为什么你们蒸出来的水蛋总是起蜂窝，一点都不够滑嫩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柚沫蒸鸡蛋，相信很多人都有做过，但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不好，做出来要么散花不成形，要么蒸老了起蜂窝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详细的做法，让你们在家里就能轻松的做出嫩滑可口的柚沫蒸蛋。这样蒸出来一点的蜂窝都没有，而且入口鲜香滑嫩，无论是牙口不好的老人、小朋友，或者是宝宝辅食，都是非常不错的一道家常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小块新鲜的猪瘦肉，我们将瘦肉清洗干净以后，再将其改刀切成小条，紧接着再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尽量的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的话更加方便我们后续将它剁成柚末。片切好后，再将它剁成柚末，尽可能的将它剁得越细越好。将柚末剁好后，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生姜，还有1到2颗香葱。先把小姜块用力的拍一下，接着再用刀将它切成姜末。姜葱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去除猪肉的腥味，我们尽可能的把姜切得越细越好，这样我们吃到嘴里就明显的感觉不到有姜末的存在了。把姜切好了之后，接着再把香葱改刀切成葱花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拿出4个新鲜的母鸡蛋，然后再把鸡蛋一个一个的打进小碗中。下面把鸡蛋进行简单的调味处理，给鸡蛋来上些许的味道。我们往里面添加少量的盐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用筷子将鸡蛋液同一方向快速的打散。另外我们在搅鸡蛋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，很多人在搅鸡蛋的时候都是随便的给它搅拌一下，那样其实就做错了。我们应该把鸡蛋液挑起来，然后将它快速的进行打散，这样的鸡蛋液就会打得非常的细腻均匀了。把鸡蛋打散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1.5倍的温开水，水温大概是暖暖的不烫手的状态下就可以了。如果水温太高的话，冲下去就变成大花汤了。接着我们继续的用筷子给它同一方向快速的打散，让里面的蛋液和清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再取一个干净的蜜漏，将鸡蛋液过滤到干净的大碗中，将里面结块的蛋液还有泡泡过滤出来。那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蒸出来的鸡蛋会更加的细腻又嫩滑。接着我们再拿出一个勺子，把上面的小泡泡去除干净。好了，接下来将做好的蛋液放进蒸锅里面，扣上盖子，等到水开上气以后，转为最小的火，用小火给它慢炖8分钟左右，具体时间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把握一下。接着我们趁着空余的时间来准备少许的小葱。小葱清洗干净以后，把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，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中途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发现蒸汽过大的话，那就打开盖子让它透气，这样可以防止由于蒸汽过大造成起蜂窝。如果发现蒸汽过大，那么每隔2分钟左右给它透气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时候已经蒸了8分钟左右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这时候的蛋液已经是完全的凝固了，然后将它取出来。这时候的鸡蛋糕表面光滑，一点的蜂窝都没有，用勺子轻轻的试一下， QQ 弹弹的，已经是完全的凝固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炒柚末，热锅放少许的油，油热之后，把切好的姜葱给它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煸炒一下，
把姜葱的香味煸炒出来。炒香了以后，再把瘦肉末放进来，然后继续的小火给它慢慢的煸炒。我们先把肉末炒散，再炒至变色干香，将肉末的香味煸炒出来。炒香后，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蚝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小火煸炒，把蚝油的酱香味煸炒出来。这时候再往锅边来上少许的料酒，料酒的作用可以去除猪肉的腥味。紧接着再往锅中添加适量的清水进来。下面我们开始调味，添加少许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白糖提鲜，再来上些许的鸡精，还有生抽酱油半勺，最后还有一点点的老抽上个颜色。调味过后，将它搅拌均匀，让调味料充分的化开。下面我们开始勾个薄芡，往锅中添加少量的水淀粉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用勺子将它快速的推开推散，避免水淀粉结成一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麻烦您伸出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最后在出锅之前来上少许的明油，将它推开推匀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个香喷喷的肉末就做好了，看起来也非常的好吃。如果有米饭的话，浇在米饭上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最后我们将它关火，将做好的肉末浇在鸡蛋糕的面上，再搭配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一道非常简单、好吃又家常的肉末蒸鸡蛋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鸡蛋糕鲜香滑嫩，一点的蜂窝都没有，而且搭配上肉末非常的好吃，老少皆宜。无论是老人、小朋友或者是宝宝辅食，都是非常不错的一道家常菜。下次你就像我这样做，保证你也能做出这么嫩滑可口的鸡蛋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